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地方政府大幅削减士兵家庭福利，乌克兰国防工业转型。据莫斯科时报及多家媒体披露，由于能源收入大幅下滑，俄罗斯财政已经亮起红灯。科迈罗沃州的重要军事枢纽尤尔加市宣布大幅缩减在乌作战士兵家庭的幼儿园学费补贴。根据新颁布的法定，相关家庭的托儿费赔偿比例从原有的100%直接降至25%，仅保留了对阵亡或失踪士兵家庭的全额报销。尤尔加作为俄中央军区最大的演习城所在地，其福利政策的转向具有信号意义。持续的财政亏空可能动摇其后方稳定性。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煤炭及油气的收入锐减，科迈罗沃州预算赤字已突破总收入的1/4，地方财政已难以支撑高额的战时社会支出。俄联邦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年1月俄油气收入同比腰斩，导致单月赤字高达223亿美元，已接近全年目标的一半。尽管俄方通过将增值税提升至22%来试图弥补缺口，但这种从消费端抽血的模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心理红线。另一边，乌克兰国防工业转型从售援迈向出口新阶段。面对持续的防御压力，乌克兰政府正通过政策调整国内军工潜能。据路透社报道，基辅方面已正式颁发首批战时许可证，允许国内军火生产商向海外出口尖端防务商品。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目前乌克兰国防工业年产能已突破550亿美元，尤其在无人机、电子战及侦察系统领域，实战磨砺出的技术水平已具备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泽连斯基则强调，通过协调出口吸引外部投资，不仅能保持工厂的高利用率，更能将收入直接回馈至前线急需的 AI 无人机研发。乌方计划于2026年在欧洲设立10个出口中心。目前，英国已在联合项目下协助乌方生产无人机，而首批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也即将移交至德国进行技术验证。通过将实战数据转化为军贸价值，乌克兰试图走出一条以军促攻的自给自足之路。欧洲方向针对俄罗斯近期频繁动用针数导弹实施威慑，法德两国决定在远程打击领域采取实质性协作。由阿迪亚纳集团提出的新型陆基弹道导弹系统，设计射程超过1000公里，具备在数分钟内精确打击预定目标的能力。马克龙重申，欧洲必须拥有独立且可信的打击手段。法国已在拟议的国防预算中拨出近11亿美元专款，用于支持该弹道导弹项目的初期研发。军事专家指出，俄方此前对利沃夫等地的导弹袭击虽然战术影响有限，但其对北约边界的心理施压正倒逼法德等欧洲大国重塑冷战后的导弹防御架构。就结果来看，2026年的地缘安全版图正在迎来重构。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